这个女人正在洗澡，突然周围传来异响，女人拍了拍淋浴头，结果无数只蟑螂落下，伴随着一声惨叫，女人瞬间击击。这是一种吃人的变异蟑螂，在未来社会，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，地球上的垃圾随处可见。为了治理环境，人类发明了一种能够吞噬垃圾的可控变异蟑螂。PDR 公司的崔博士就是这次蟑螂计划的发起者，他可以通过手里的遥控器操控所有蟑螂的行为。面对这个计划，崔博士信心满满。为了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成果，崔博士用货轮满载着110只蟑螂大军远渡太平洋。突然，船舱内发生剧烈的颤动，研究员小胖手里的蟑螂掉了出去，蟑螂顺着下水管道消失不见。工作人员后知后觉，才看到船要撞上冰山了。为了避免船毁人亡，船长下令立刻调转船头，绕开冰山。在大副的指挥下，利用海浪完成调转。就在船只与冰山擦肩而过之时，大副看到密密麻麻的垃圾被冰块封存在其中。崔博士的美女助手因为船舱的震动走过来问责，大副觉得是冰山上的垃圾引起了蟑螂的骚动，导致船身倾斜了11度。一番言论有理有据，说服了在场的所有人。就在大家都在餐厅吃饭的时候，美女助手径直走向控制中心，风情万种的她让2名守卫眼睛都直了。美女突然暴起，杀死了守卫。原来她的真实身份是一名美国情报特工，这次奉命要将这种蟑螂改造成杀人机器。进入控制室后，她脱掉高跟鞋，掏出 U 盘，插入植入病毒。突然一只蟑螂跳了出来，咬了她一口。美女恼羞成怒，掏枪就是射，结果没有什么卵用，干脆用脚踩，1脚、2脚，第3脚下去，蟑螂瞬间稀巴烂，白色液体溅了一地。得意忘形的他抬头一看，不得了，冲动的惩罚来了，成千上万只小强瞬间将他淹没，吃得连渣都不剩。随着病毒的植入，蟑螂本性发生质的变化，蟑螂大军开始行动。此外，船舱外，一个女孩正在和男朋友视频，制服诱惑聊得很嗨，完全没有注意到一只蟑螂跑了进来。可男友得寸进尺，叫她把扣子解开。女孩准备照做，突然大副闯了进来，女孩吓了一跳。大副是女孩的父亲，正要训斥女儿。沙发上突然传来一阵响动，掀开一看，吓得半死，无数只蟑螂冲了出来。大副拉着女儿赶紧跑。另一边，保安队长从监控里发现了异常，立刻将这个消息通知了崔博士。崔博士不想将事情闹大，他表示有信心将这些蟑螂控制住。蟑螂大军袭来，崔博士将遥控器一按，蟑螂瞬间停止行动。结果下一秒打脸，蟑螂再次席卷而来。这些被病毒改造过的蟑螂早已经不受控制，房间里的人浑然不知。一个美女正在洗澡，突然被大量蟑螂爬满了身子，领了盒饭。这还没完，蟑螂顺着管道突袭了一个个毫无防备的人。因为蟑螂实在太过庞大，保安队长也只能边打边撤。眼见手下一个个牺牲，已经逃到另一边的崔博士果断选择出卖队友，将保安队长和其他人统统关在有蟑螂的一边。幸存的人员听到广播后，全部集合到了暂未沦陷的餐厅。研究员小胖被蟑螂死死咬住，在大副的帮助下才脱困。没过一会儿，逃难的崔博士也赶到了餐厅，看到众人害怕的模样，崔博士将枪藏在了身后。面对突然袭击的蟑螂大军，众人七嘴八舌的要跟崔博士讨个说法。崔博士稳住众人情绪之后，告诉他们蟑螂是可以解决的，只要能进入到控制室，关掉装置，切断他们的信号，就能停止这场灾难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派谁去呢？这么危险的事情，自然没人敢去。此时海事局打来电话，有枪在手的崔博士威胁船长挂断电话。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，崔博士威胁众人前往控制室。就在僵持之际，有人闯了进来，大副眼疾手快，抢过崔博士手里的喷子，局面瞬间逆转。电话再次响起，为了隐瞒消息，崔博士开始发挥自己的超能力，那就是有钱。他以市值200亿的股价，让每人得到2亿的条件说服众人，并让每个人录了视频为证。但大副只想向外界求援，最终所有人进行投票，少数服从多数，大部分人都愿意为了钱去控制室。大副见到女儿都站到了对面，也就放弃了挣扎。船长接起电话后，也选择了隐瞒真相。事已至此，大家只能想办法自救。众人来到厨房，看看能不能找到趁手的武器，但他们不知道，之前被踩死的蟑螂体内分裂出了数只小蟑螂，一路狂跑，钻进了蛋糕里。酱油哥实在是饿得不行，拿起蛋糕吃上一口，不错，真香。结果下一秒口吐不止，浑身抽搐个没完，挣扎过后提前下班了。还没等众人搞明白发生什么事情，大量的蟑螂就顺着通风管道如潮水般涌进了厨房，众人慌忙跑路。
还用干冰灭火器阻挡蟑螂的前进。船长夫人不顾劝阻，强行往前跑，结果反而害得救他的船员领了便当。船长说了他2句，他居然哭哭啼啼地指责船长凶他。这种情商和作妖能力也是没谁了。叛逆女儿也是坑爹的主，手机掉了，他还要冒着危险去捡。幸好大夫及时赶到，用身体挡在女儿面前，救下了她。大夫为了拯救众人，决定留下来断后。为了彰显人性光辉，身为一船之长的船长冲了过来，决定顶替大夫的位置，给大家争取时间。按照剧本，船长强行领了便当，大副带着船长夫人赶紧跑。此时崔博士已经带领大家冲进了控制室，在大门关闭的最后一刻，大副和船长夫人赶到，冲了进去，总算是有惊无险。控制室内，崔博士发现桌上的 U 盘后，总算明白了一切。试图更改数据的他，发现权限已经被修改，这下完了。现在的他已经无法阻止蟑螂大军。就在众人一筹莫展的时候，门外突然响起敲门声。通过监视器发现是船长在外面敲门，可船长不是死了吗？非常的神奇。船长夫人见丈夫还活着，想跑去开门，但被大夫阻止。她觉得事有蹊跷，这个船长极有可能是假的，但夫人还是不听劝，强行打开了门。船长进来了，顺势来一个爱的抱抱。但众人很不解，蟑螂居然不见了踪影。就在大家疑惑之时，一只蟑螂从船长的衣服里钻出来，接着无数只钻出来。真是没想到啊，蟑螂不仅能吃人，还能控制死人。下一步，被控制的船长开始攻击活人，却被一键盘拍倒，很快又爬起来继续扑。此时惊慌失措的崔博士输入大门密码，想要逃出去，却发现密码已经失效。话说这门不是刚刚才打开的吗？难道被蟑螂修改了密码？船长有了蟑螂的加持，战斗力直线上升。小胖赶紧拿来灭火器，说要给他消消火，可船长不吃这套，举起小胖就扔了出去。大副的女儿想逃跑，船长徒手扯断铁棍，甩过去，直直插入小腿。杀红眼的船长开始浪了起来，他慢悠悠地靠近几人，就等着被反杀，然后去吃盒饭。就在众人慌乱之时，一个帅气的男人宛如救世主一般冒了出来，是保安队长，竟然还没有死，几枪过去，打得船长牛奶直喷，无数蟑螂从他身体里爬出。大家见状赶紧撤离，大副抱着女儿劝船长夫人一起逃。这个夫人又开始作妖，不仅不跑了，还爬向了船长，甘愿做一对生死鸳鸯。眼见蟑螂越聚越多，看过剧本的保安队长决定牺牲自己，成全别人。2颗手榴弹下去，蟑螂被灭了一大半。保安队长慷慨就义，但货轮却毫发无损。泰坦尼克号要是有这种质量，也不至于沉没了。逃到医疗室的几个人开始为大副女儿包扎伤口，受伤的女儿让大副情绪失控，他开始质问崔博士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蟑螂会变成这样？被逼无奈的崔博士开始科普下知识。原来这些有组织有纪律的蟑螂并不受他的控制，110只蟑螂全部听命于一个叫皇后的人工智能。如今病毒入侵，失去了控制，要解决这次危机，就必须关掉皇后的服务器舱。可走廊已经布满了蟑螂，他们根本出不去。这时小胖灵机一动，想出了一个主意。外面是个冷藏库，在低温状态下，蟑螂会进入休眠状态，所以只要调低温度，咱们就可以成功通过走廊。事不宜迟，干就完了。而在等待温度降低的这段时间里，小胖还抽空谈了一场恋爱，赢得酱油姐的青睐。大副也跟女儿交心，一番嘴炮下去，感动了自己，也感动了女儿，就是没有感动观众。终于气温降低了，蟑螂果然停止了行动。众人迅速通过走廊，酱油姐因为要捡掉落在地上的项链，手臂被卡在其中。这人都快要死了，还贪恋钱财，这心可真是大啊！就在这时，一只蟑螂触动了电线，发生故障，温度开始不断攀升，蟑螂又开始复苏了。为了拯救酱油姐，小胖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，牺牲了自己。可酱油姐也没活多久，转头就被无数只蟑螂淹没。掉队的大副利用小推车冲进了机房，并关上了门。原本的小队伍如今只剩下了3人。崔博士在操控服务器的时候，突然发现皇后不受控制了。面对如此紧急的情况，他只有强行扯断电源，试图阻止皇后。可如潮水般的蟑螂还是撞破了大门，冲了进来。他们汇聚成一个女性的形状，这就是蟑螂皇后。皇后告诉他们，原本她是被设定为清除垃圾的人工智能，可随着不断的学习和进化后，她学到的东西越来越多。渐渐的，她得出了一个结论，那就是没有人类就没有垃圾，人类才是地球上最大的垃圾。治标先治本嘛，为了保护地球，她要在船靠岸后消灭所有的人类。
眼见小命不保，大副拔出电线，把皇后电得七荤八素。三人趁机躲进了储藏室里的安全屋。现在想干掉皇后已经没有那么容易了。成功进化的她已经可以融入到每一只蟑螂的体内，唯一的方法就是将所有的变异蟑螂团灭，否则皇后永远不会宕机。关键时刻还是大副脑筋转得快，他提出了一个主意，可以借助之前的垃圾冰山，将蟑螂引到那上面去。如此一来，冰山上的超低温完全可以将蟑螂冻死。但要想让船只靠近冰山，就必须去驾驶室。可如今驾驶室已经被皇后控制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大副突然想到，货轮和冰山是同时运动的状态，只要他能够抛锚，让货轮保持静止的状态，那么冰山迟早会撞上来。可查看监控后才发现，控制抛锚的锚机房已经被蟑螂们占据，现在去无疑是送人头。但是为了拯救女儿，大副还是义无反顾地前往了锚机房。只见他拿起火焰加特林就是一顿狂喷。这时皇后现身，试图用嘴炮说服大副，但他忘了嘴炮可是大副的专属。在烧退了皇后之后，他趁机放下了矛头。随着矛头的下沉，货船也停止了前进。皇后怒了，开始控制水阀放水，试图淹死三人。见此情况，大副掏出了打火机，点燃身边的汽油桶，和皇后同归于尽。随着水位的不断上升，前半个小时还出卖队友的崔博士，此时竟大义凛然地让大副女儿先走，自己则被上升的水位吞没。恰好此时冰山撞上了货船，所有蟑螂全被引上冰山，就地足。最后只有大副的女儿侥幸逃了出去。冰山上一轮旭日庄严地从水波连连、亮光熠熠的海面上升起，一只北极熊从不远处缓缓走来，一切都结束了。这是一部讲述垃圾分类的电影，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。虽然剧情牵强，不过还是能够感受到导演的诚意。导演在本片中完成了对各种大片的致敬，比如《雪国列车》里结尾的北极熊，撞上冰山的泰坦尼克号，异形，还有生化危机的皇后。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